大家好，我是财先生，欢迎来到财商成长频道。世界知名的亿万富翁，像钢铁大王诺克斐勒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威廉斐里、杜邦的欧文夏皮罗，都是这本经典的受益者。没有这超凡经典的启示，他们不会唤醒体内致富的基因。千百年来，犹太人的致富秘籍一直无法被外人所破解。如今塔木德被世人发现，等于犹太人经商致富的神秘方程式和秘籍终于公诸于世。圣经让每一个人服从上帝的安排，但塔木德让财富服从了我们的选择。对于犹太人的财富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说法：全世界的钱都在美国人的口袋里，而美国人的钱却在犹太人的口袋里。犹太人如此的优秀，让世界为之震惊。尤其最让世人折服的是他们惊人的财富和超凡的赚钱能力。1000多年以来，对于这个米一般的民族，是世界上的少数人，但是却掌握了世界上庞大的资产。他们如何拥有巨大的财富，始终是众人非常关注的话题。相信只要是想成为富人的人，任谁都会为此产生浓厚的兴趣。到底他们是如何致富的？而且是整个民族历久不衰的富有。到底他们是怎么办到的呢？塔木德提供了最好的答案。塔木德是犹太人的致富圣经宝典，就是他让犹太人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民族。没有他，犹太人在历经了数千年的流亡迫害之下，一定早就被灭种或被其他民族同化了。然而，到底塔木德中记载了什么样的大智慧，能让这个历经数度迫害屠杀又流离失散的民族，不但拥有了顽强的生存意志，更拥有了其他民族所没有的赚钱和处事智慧？只要你有心成为亿万富翁，这部视频《塔木德财富故事》将是开启你任督二脉的绝世秘籍。对了，在影片开始前，容我说明一下，这个频道是帮助大家提升财商思维，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如果你有兴趣，请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你将不会错过财富的免费讯息。好了，那么我们进入正题。赚钱无高低贵贱之分，钱是货币，是一个人拥有物质财富多少的标志，它本身不存在贵贱的问题。钱在谁的口袋都是一样是钱，它不会到了另一个人的口袋就不是钱了。犹太人迪克不仅是一位出色的钻石商，更是一位伟大的演讲家。为了证明人在任何时候都要看得起自己，认同自我价值，他经常在公开场合进行这样的演讲。面对观众，迪克拿起$50，高举过头说：“看，这是$50，崭新的$50，有谁想要？”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。然后他把这张纸币在手里揉了揉，纸币变得皱巴巴的了。然后又问观众：“现在还有人想要这$50吗？”所有的人举起了手。迪克又把这张纸币放在地上，用脚狠狠地踩了几下，钱币已经变得又脏又烂了。他拿起来钱，又问：“现在还有人想要吗？”结果还是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。于是迪克就说：“朋友们，钱在任何时候都是钱，它不会因为你揉了它，你把它踩脏，它的价值就会有什么变化，它依然可以在商店里花出去。为什么钞票在迪克手里揉皱了、踩脏了，还是有人想要它呢？因为钞票就是钞票，钞票是没有高低贵贱的，它不会因为受到了什么待遇就会有所差别，它还是以前一样的价值，和其他的等面值钞票的价值是一样的。只要它们的价值一样，钞票就是平等的。钱是货币，是一个人拥有物质财富多少的标志，它本身不存在贵贱的问题。犹太人的赚钱观念和我们的传统观念不一样，他们丝毫不认为当工人就低贱，而当老板就高贵。钱在谁的口袋都一样是钱，它不会到了另一个人的口袋就不是钱了。因此，他们在赚钱的时候，不会觉得钱是低贱或高贵的。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目前所从事的职业不好而感到羞愧。他们在从事所谓的低贱职业的时候，心态也表现得十分平和。第二个故事，享受赚钱的过程。对金钱不感兴趣，自然赚不到钱。然而，倘若把金钱看得太重，也就给自己背负了沉重的包袱。这个时候，你所需要就是彻底的忘掉金钱，不要再把它当作是负担才好。只有这样，金钱才不至于有烫手的感觉。犹太人这样形容自己：在赚钱的时候，你就进入了一个游戏的世界。作为游戏的参与者，你要不停地和对手进行较量和角逐，你要采用一切办法和手段来胜过其他的人，你要超越所有的人，才可以赢得最后的胜利。
著名的金融家摩根就拥有这样的赚钱观念，绝不让赚钱变成一种沉重的负担，而是一种新鲜刺激的游戏。他认为只有这样的游戏心态才是良好的赚钱心态。摩根赚钱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，他一直有一个习惯，每当黄昏的时候，就到小报摊上买一份载有股市收盘资讯的当地晚报回家阅读。他说，有些人热衷于研究棒球或者足球的时候，我却喜欢研究怎么赚钱。在谈到投资的时候，摩根总是说，玩扑克的时候，你应当认真地观察每一位玩者，你会看出一位冤大头，如果看不出，那这个冤大头就是你。他从来不乱花钱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，而总是琢磨怎么赚钱的办法。有的同事开玩笑地说，摩根，你已经是百万富翁了，感觉滋味如何？摩根的回答让人玩味，凡是我想要的东西，又可以用钱买到的时候，我都能买到。至于其他人所梦想的东西，比如名车、名画、豪宅，我都不为所动，因为我不想得到。摩根并不是一个金钱而生活的人，他甚至不需要金钱来装饰他的生活。他喜欢的仅是游戏的感觉，那种一次次投入资金，又一次次的利用自己的智慧把钱赚回来的感觉，充满了风险和艰辛，但是也颇为刺激。他喜欢的就是刺激。摩根说，金钱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而赚钱的过程及不断的接受挑战才是乐趣。不是要钱，而是赚钱，看着钱滚钱才是有意义的。有许多犹太大亨，当手中掌握着数以百万、千万甚至亿万财富的时候，他们感觉手里拿的不过就是一堆纸张而已，并不觉得这就是可以时刻给人带来祸福安危的东西。要想赚钱，就绝对不能给自己增加心理的负担，而是应该十分从容的、冷静的对待。第三个故事，存钱成不了富翁。穷人之所以穷，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辛苦赚来的钱都存起来，让活钱变成死钱。富人之所以富有，就因为他们把自己赚的钱活用，他们从不存钱，而是把钱继续投入到能够赚钱的行业，用所赚的钱去赚更多的钱。塔木德说，上帝把钱作为礼物送给我们，目的在于让我们购买这世间的快乐，而不是让我们存起来还给他。犹太人的经营原则是，没有钱或钱不够的时候就借，等你有钱了就可以还了。不敢借钱是永远不会发财的。存钱是成不了富翁的，只有赚钱才能成为富翁。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道理，并不是说存钱是错误的。关键的问题是，一昧的存钱，花钱的时候就会极其吝啬，这会让你获得贫穷的思想，让你永远也没有发财的机会。一个人所具有的思维和感觉，决定了他将来是否可以拥有财富。富有的思维创造财富，表现出富人的慷慨和大度，而贫穷的思维造成真正的贫穷，体会到穷人的卑微和小气。人太穷，就会整天为生存而忙碌和奔波，他所想到的就是简单的生存，长此以往，便没有时间去想任何其他的事情。他的头脑里没有对更多财富的渴望，也就失去了成为富人的条件。犹太巨富比尔·萨尔诺夫小时候生活在纽约的贫民窟里，他有6个兄弟姐妹，全家只依靠父亲当一个小职员的微薄收入，所以生活极为困苦。他们只有把钱省了又省，才可以勉强度日。到了他15岁那年，他的父亲把他叫到身边，对他说：“小比尔，你已经长大了，要自己来养活自己了。”小比尔点点头。父亲继续说：“我努力了一辈子，也没有为你们存下什么。我希望你能去经商，这样我们才有希望改变我们贫穷的命运。这也是我们犹太人的传统。”第4个故事，赚钱从帮助别人开始，既能帮助他人，又能使自己受益。只有从这种思路出发的生意，才是最有发展前途的生意。一个晴朗的夏日，一个脏乱的火车候车室内，坐着一位衣着随便、满脸疲态的老人。火车进站，老人起身向检票口走去。这时候，候车室外走来一个胖妇人，她提着一只很大的箱子，显然也要赶这班列车。可是箱子太重，累得她直喘粗气。她看到那个老人，对她大喊：“喂，老头，快给我提箱子，我待会给你小费。”老人拎过了箱子，就朝检票口走。虽然看起来他是那么的不堪负重，火车慢慢启动了。胖妇人抹了一把汗，庆幸地说：“要不是你，我早就搭不上车了。”说着，掏出$1递给老人。老人并不推辞，微笑着伸手接过。这时，列车长走了过来，对老人说：“您好，尊敬的诺克斐勒先生，
欢迎您乘坐本次列车。如果有需要帮助的地方，我很乐意为您效劳。谢谢，不用了。我只是刚刚做了一个为期3天的徒步旅行，现在我要回纽约总部。老人客气地回答。什么？诺克斐勒？胖妇人惊叫起来。上帝！我竟让石油大王诺克斐勒先生给我提箱子，居然还给他1美元小费。我这是在干什么啊？他忙着向诺克斐勒道歉，并诚惶诚恐地请诺克斐勒把那1美元的小费退给他。太太，你不必道歉，你根本没有做错什么。诺克斐勒微笑着说道：“这1美元是我赚的，所以我收下了。”说着，诺克斐勒把那1美元郑重地放在了口袋里。和诺克斐勒一样，犹太人最爱做的交易就是既能帮助他人，又能使自己受益。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也认为，只有从这种思路出发的生意，才是最有发展前途的生意。最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带来一点价值的话，希望你能帮我点赞并分享出去，把这价值也分享给你身边的人，让他们也能跟你一起成长。我真心的祝福各位能早日达到财富自由，并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影片，欢迎你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观看。我是财商思维轻松学的财先生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。